你敢相信吗？新加坡居然在今年破天荒地首次举办了亚太风能峰会，甚至在会上高调公开宣布，要在全球离岸风电产业的万亿大蛋糕里狠狠分一杯羹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？稍微懂点地理的人都知道，新加坡地处赤道无风带，常年风平浪静，而且周围的海域全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，寸海寸金，自己根本不可能靠风电发大规模的电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，新加坡是不是疯了？那问题就来了，一个连风都没有的国家，为什么要拼了命地去抢风电？新加坡到底是真的想卖电，还是想通过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，去控制风电背后的全球供应链和游戏规则？现在全球大国都在疯狂抢夺新能源的入场券，连中美欧都在激烈角逐，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，凭什么能硬生生地插进这个神仙打架的战场？能源已经变成了大国博弈的终极武器，是国家安全的绝对底盘。回看最近这几年，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，红海航线频频遇袭，传统油气供应链那种不堪一击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在全世界面前。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，各国都被迫患上了能源焦虑症，疯狂去寻找绝对安全的能源备胎。而在所有的新能源赛道里，离岸风电，也就是海上风电，成了当下最抢手、含金量最高的新战场。为什么偏偏是离岸风电？因为陆地上的好位置早就被占满了，而且有扰民和生态问题。但到了海上，那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处女地，它的单机装机规模极大，发电潜力极高，而且离岸风电场通常更接近沿海的工业密集区和人口中心，发出来的电不用经过长途跋涉就能直接用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跟现在最火的绿氢能、巨型储能系统，甚至跨国海上超级电网进行无缝联动。这就意味着，在未来的工业体系里，谁掌握了离岸风电的话语权，谁就真正掌握了未来高端制造的动力源。特别是我们亚洲市场，潜力简直大得惊人，预计在未来10年，亚洲会占据全球新增陆上和海上风电装机量的 60% 以上，这是一个数以万亿计的增量市场。你看现在的越南、菲律宾，还有日本、韩国，全都在砸重金疯狂加速布局海上风场。未来10年的风电，绝对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绿色能源竞赛，而是一场极其残酷、赢家通吃的产业链大竞赛。那在这个大盘子里，没风也没海的新加坡，到底该怎么玩这个高端局？新加坡真正看上的，从来都不是发电，而是服务风电。离岸风电是一条极其庞大复杂的产业链。很多人以为风电最赚钱的是造风机叶片，其实根本不是。最赚钱、门槛最高的环节在海上系统工程，比如造价高昂的海上安装船和运维船，复杂的海底电缆铺设，风场前期的设计测试，还有后期的预测性维修、工程承包以及巨额的项目融资。而这恰恰完美撞在了新加坡的舒适区上。新加坡的看家本领是什么？是世界级的港口物流、顶尖的离岸海事工程能力，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、保险、仲裁和贸易结算体系。新加坡的战略非常清晰，它压根没想成为风电发电国，而是要成为全亚洲离岸风电的维修站、指挥中心和金融后台。它不靠风赚钱，而是靠风电产业的复杂度赚钱。为了吃下这波红利，新加坡政府直接拿出了产业升级的杀手锏。最近，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更新版的海事与岸外能源业数码化蓝图。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个推行数字化的常规操作，但实质上，这是在重塑整个行业的底层能力。这份蓝图直接覆盖了客户服务、设计工程、采购、生产制造和企业管理5大核心环节。最狠的是，里面引入了大量 AI 和自动化方案，比如用 AI 辅助 3D 打印和复杂设计，用 AI 做预测性设备维修来减少海上停工时间，甚至用视频分析技术来监控工地安全。这些技术砸下去，
能直接缩短项目的交付周期，大幅降低运营成本，还能提高去全球竞标时的中标概率。而且，这不是一两家大企业的单打独斗，而是整个行业超过1000家企业的集体升级。当1000家企业同时完成底层技术的迭代，新加坡形成的就不再是单点优势，而是一个极其强悍的产业集群。风电的竞争早就不是国家对国家，而是产业系统对产业系统。新加坡正在悄悄打造属于自己的离岸风电工业操作系统。有了系统，下一步就是制定规则。新加坡的真正野心是做全亚洲离岸风电的技术标准和协作中心。最近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旗下的 TCOMS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AI 研究所联合推出了一个叫 Catalyst 的计划。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开发专门针对海事和岸外能源的 AI 大模型，用来加快船只和离岸设施的设计测试。这意味着新加坡想要死死攥住未来离岸风电最核心的能力，也就是设计效率、运维数据和风险控制。不仅如此，新加坡还跑去跟日本签署了合作备忘录，共同搞浮动式离岸风电。这种技术能把风机部署在深海，是未来日韩和菲律宾这些深水海域国家的核心方向。新加坡提前入局，就是在抢占技术合作链和未来的标准制定权。这次亚太风能峰会首次落地新加坡，就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。资本、技术、顶尖承包商和巨型项目正在向这里汇聚。新加坡不是在盲目追风，而是在建立一个风电生态的中心节点。所以你看，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，新加坡这次重仓布局风电的逻辑简直严密到了极点。他要的是海事工程和巨型运维网络背后的高昂产业链利润，他要的是通过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工程实现本土技术能力的全面升维。他更要的是在全球能源大洗牌的动荡期，牢牢坐稳作为资本、标准和合作网络中心的区域超级枢纽地位。当全球能源越来越武器化，当每一丝风、每一滴油都牵动着大国神经的时候，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新的能源版图上找到自己的生死位置。新加坡的选择极其清醒且冷酷。既然老天爷没有赐予我风能，那我就做全亚洲风电产业最不可或缺的超级后台。既然我不能靠自然资源躺赢，那我就靠极致的系统能力去控制产业的入口。商业世界的铁律永远是，未来最赚钱的从来都不是苦哈哈的发电本身，而是控制能源产业链的底层规则与运转效率。新加坡正在用 AI 和数码化蓝图，把自己硬生生变成风电时代无人能够绕开的新枢纽。那么最后，我想问大家3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你觉得新加坡这次野心勃勃的风电布局是真正能改变格局的机会，还是只是在强行蹭热度的噱头？未来亚洲离岸风电这块万亿大蛋糕的最大赢家，到底会是拥有庞大产能的中国，掌握尖端技术的日本，还是像新加坡这种极其聪明的枢纽型国家？你认为新加坡最有可能吃到风电产业链里哪一块的最肥利润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独到犀利的观点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独特的新加坡视角，加上产业地缘的硬核深度拆解，请务必记得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。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，我会持续为你更新，带你一起看懂新加坡如何在全球产业链的残酷厮杀里抢占先机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